对于高雄空污，我老实说，我个人是完全不在意。那讲干话就是说，又银行建价首购还是建得到80%，又不会因为说只要是那个高雄的房子因为有空污，因为怎样这个它很容易会得癌症，所以它的还款能力可能会打折扣，然后导致建价变低，并没有发生。对啊，所以我自己是不在意啊，就是不在意。毕竟怎样，高雄这座城市还是生活了270万人呢，又不是270万个肺癌那所以大家都在高雄这边上班、生活、过日子有空污，你日子还是要照过你明天还是要上班，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就做我自己能做到的防护。如果还是不幸罹患到肺癌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不然还能怎么办？你有什么神招我们教一下。高雄肺癌死亡率全台最高吗？住在这里真的很危险吗？先说结论高雄过去的空污确实很严重，但是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我自己都举家从台北这样搬来高雄，你看我都没害怕，所以我还是推荐就高雄的自产或者来高雄生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用地板来提升质感，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在高雄容易得肺癌吗？这是来聊一个新闻，这个也是观众朋友传给我看的，就是我之前有一集影片在讲说未来南漂会变成趋势，然后就有观众朋友很认真做功课，打算要搬来高雄，结果功课做一做看这个新闻问我这个要怎么判断标题我念一下：高雄肺癌死亡率高于全台平均，医生车程距离是阻力恐不恐怖？很吓人呢。那我讲一下内容就是高雄市单一年度有1298人肺癌死亡，相当每半天就有近2人遭肺癌夺命，且高于全国肺癌标准化死亡率很可怕嘛。然后高雄长庚医院内科部王金洲副部长的分析是，因为高雄地形狭长，造成患者治疗上的不方便。不是那么讲这个这个什么叫做车程距离不方便？那个花莲台东的民众听了不知道什么感觉不过花莲台东好山好水好空气只是地震很多，地震跟肺癌好像没什么关系。那高雄有一些患者甚至是因为车程的关系，就直接中断治疗的疗程，这样不是这因为车程远，然后就中断肺癌的治疗，这什么逻辑？这我不是很懂，反正就是一个令人不太开心的新闻就对了那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高雄的肺癌发生率偏高我自己也做了一下功课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追踪肺癌患者足迹，这区肺癌发生情形最严重台湾新国病肺癌之秘。那他讲的是中部的地区那是全台湾肺癌发生情形最严重的一区。新闻里面也有讲到高雄，来你看一下这一段，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大概讲一下。大林埔是在高雄小港的一个小村庄然后说这边是重工业围绕，800多根烟囱，三面环村，我靠，怎么会有这种地方那台电的发电厂、中油的炼钢厂台船、中钢，就大大小小几百个工厂，24小时都会在那边喷烟了，所以那边才会那么严重。那现在政府已经安排迁村了，不过看起来没有很顺利前几天还在抗议。你看这个新闻的标题：中油七街说明会大林埔居民质疑环评草率，这是今年5月19号的新闻他们到现在还在吵非常的新。最后你要知道，该逃离高雄吗这个标题比较夸张不过先说结论不用，因为高雄的空污空气已经逐渐改善了，而且改善是看起来是颇有成效。这个是全台湾的空气品质，可以看到相当之安全，就还在绿色的阶段。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就到 Google， 然后就 Google 一下空气品质监测网就找得到了。然后我们也看一下高雄市的各个监测站状况怎么样也都还是绿色的代表说还是相对安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部一点的资料，刚才说大林埔嘛，地点在哪里？高雄小港嘛。好啦，我们来直接来看小港这是重灾区的地方，也是安全那奇怪了为什么大林埔的居民都说空污会很严重？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10年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哦。先说我这个不是什么环境或空污专家，我只是有用 AI 做一点功课而已哦。如果有讲错的话，你就在留言区直接喷我没关系哦。那根据图表，你可以看到空污的状况其实怎样，历年来都在下降。那个 O3 会一直往上喷，是因为工业跟汽机车排放的问题。这个全台湾都一样啊，都是在高点啊。也就是说，高雄在早期可能2015、16的时候，空污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但是现在已经有透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实施，去让民间企业配合做改善，那已经有取得一些成效。至少我自己住在高雄市美术馆这边，我真的没有觉得说空污怎么样很严重哦。那如果你问我该不该逃离高雄，10年前我可能真的会想一下生命诚可贵。但是现在已经改善那么多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什么需要就这样搬走的理由。你看那个堂堂陈其迈陈市长他自己也住高雄啊，你说空污他自己也受害啊，你说空污会肺癌，他自己也在其中啊，这个你看他能忍所以我就打算跟陈其迈陈市长这样输赢到底，就不要他之后突然离开高雄搬去台北。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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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
就是高雄啊的空污啊，在冬季、秋冬的时候最严重啊。反正就是讲是地形会导致两股风撞在这边啊，刚好是高雄的上空啊，就会一直沉降啊。这个严重起来是真的是没有下雨哦，可是85大楼的上面就看不见了，这是真的哦，因为我都有拍过哦。我想要高雄空污严重，就来这边就觉得还好。冬天的时候，奇怪，85大楼嘞，看起来要看不哦，然后看哦，这空污呢哦。那夏天哦，夏季的话，也就是现在是高雄哦，应该不止高雄，是整个南部地区啊，空气品质最好的时候。就现在啊，因为那个风的关系哦，都会被吹走，就真的是晴空万里哦。那空气品质，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我是下载一个 app 叫在意空气啦哦，你看都是绿色的哦，就是这样。而且以现在这个季节，反而北部还比较容易出现黄色或是橘色。那高雄现在是空气品质最好的时候。晴空万里啊，这个东西就很季节啊，就不会是一年到头都是空污很严重的地区啊。哦，那我说一下关于肺癌这件事情我的理解哦。就你有没有发现，就最近几年的新闻，常常看到家庭主妇女生哦去罹患肺癌，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抽烟30年的家庭主妇哦，一天2包烟哦，还要那个七星醉浓，然后那边抽，然后边抽边炒菜的家庭主妇，她去罹患肺癌，这个东西都不意外。可是有大量的新闻都是说，那个患者自己本身没抽烟，他身边也没有二手烟的环境，可是他还是罹患肺癌，而且通常是肺腺癌，普遍是肺腺癌。对啊，然后你只要查肺癌相关，你都会查到一个东西叫 PM2.5，它叫细悬浮微粒。就很多空气清净机不是都说什么还要过滤PM2.5这东西。好，那个肺癌的发生跟 PM2.5 有显著的正相关。反正就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它太小了，小就被你吸到肺里，然后这个就存在肺里排不出去，然后就影响肺泡啊什么有没的，然后久了以后就癌化就肿瘤这样。那这边能处理的手段有什么？我说我们平民老百姓自己能处理的什么？就抽油烟机要更新，不要烂烂的，然后就抽不动这样。因为家庭主妇最大的杀手是油烟，然后那个油烟的那个，真的很猛，这个我之前拍片也有讲过，就是空气清净机，不是就如果你在旁边或怎么样吐一口烟，它的那个就会立马飙升嘛，就会立马疯狂运转嘛，可能到200多，然后再慢慢降，降回到常态工作应该 PM。我看我的空气都写5这样，200多到5就差别很大。然后那个油烟真的很猛油烟会直接让那个空气清净机大概都变成橘色跟红色然后家庭主妇煮饭给大家吃，对不对？那一年365天，天天都要煮，应该没有哪天有啦，可能出去吃饭那几天就这样。然后那个抽油烟机不好，就会暴露在这个环境。那个油烟啊，炒菜的油烟是真的很猛啊，很影响那个呼吸道，所以会造成说女性罹患的那个几率也是存在的，不是说你不抽烟或是没有二手烟的环境你就没事这样。好，那我们平民老百姓呢，我个人认为家庭主妇要做就是抽油烟机要先弄，这个东西，然后再来是出去外面要戴口罩，然后卧室啊，因为你要躺在那边睡觉8个小时嘛，卧室的话最好要放空气清净机这样。除此之外，应该我们平民老百姓也没什么办法，对啊。那个肺癌这个魔王他冲过来就扑倒我，那我有什么办法除此之外，大概就是早期筛选、早期治疗嘛那个肺癌不是说去照 X 光就看得出来，要用什么低剂量辐射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名字，这个行销包装有没有加减用一下低剂量辐射？我一听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就去扫了，然后早期0期原位癌到1期的，应该都还有办法就微创去治疗这样。如果一发现就是晚期那就享受你剩余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然后空污肺癌这件事情是全台湾都有，不是只有高雄全台湾都面临着奇怪，这个哪有说全台湾只有高雄的家庭主妇在炒菜？不可能嘛，全台湾都一样，所以大家普遍都暴露在这个风险了。那高雄的差别是在生活环境。生活环境也是你去外面上班或是干嘛生活的时候会遭遇到的东西，就这边在跟北部不一样而已那我个人是认为人民能做的真的是很有限，这边主要还是要靠政府。那政府对空污也不是说完全放生没在管他也有做事，只是做到现在大家都还不满意这样。对于高雄空污，我老实说，我个人是完全不在意。这讲干话就是说。又银行建价首购还是建得到8成，又不会因为说只要是那个高雄的房子因为有空污，因为怎样这个它很容易会得癌症，所以它的还款能力可能会打折扣，然后导致建价变低，并没有发生。对啊，所以我自己是不在意啊，就是不在意。毕竟怎样，高雄这座城市还是生活了
270万人呢，又不是270万个肺癌哦。那所以大家都在高雄这边上班、生活、过日子有空屋你日子还是要照过你明天还是要上班，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就做我自己能做到的防护。如果还是不幸罹患到肺癌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不然还能怎么办？你有什么神招我们教一下，就是永远不会遇到肺癌的情况反正这个空污这件事情它存在破坏力没有错，可是生活上我们真的是动不动会去接触到一些那个 PM2.5 直接爆表的事情，这个都比空污还要严重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木工师傅，对啊，这个是超级高危险人群吧？木工师傅不是说那个木屑什么一定会戴口罩，然后师傅通常没在戴的而是说你都切完木头了，你那边放你那个暗场空间里面就是漂浮着大量的悬浮微粒嘛，就是这样嘛，又不是说你只要进入这个场域立刻就戴，没有他们都是工作要切的时候加减戴一下，然后还有什么油漆师傅，然后还有那个灰尘最多的叫泥做的师傅，就泥做的很苦哇，怎么那么苦，灰头土脸的苦又重又累泥做师傅这个都是你随便都是比一般的空污还严重非常的多的你有看每个泥做师傅都肺癌吗？你有看每个木工师傅都肺癌就还好所以这不知道这东西运气就有人不会嘛，不然还能怎么办如果我们自己该做的防护有做，然后日后还是不幸罹癌就是命如果是命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接不接受的道理反正就是发生了嘛，那就看到时候要怎么处理，大概就只能这样吧如果你有什么神招你要教一下吃什么好或是什么，然后说什么木耳清肺，对不对？很多常常听到说抽烟的人要多吃木耳，因为木耳清肺首先我是不太懂为什么木耳可以清肺我吃进胃里又不是吃进肺里，然后再来是木耳这个东西它又有所谓的什么黄曲毒素，就是很容易你泡发不好的话，这个一级致癌物直接就肝癌不是我要防个肺癌，防到这边弄到变成肝癌，然后木耳要泡发又泡很久嘛，这风险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个人是认为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你担心那么多日子怎么过？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
那加这个赖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